来自世界的50位领导人和170个代表团齐聚梵蒂冈，参加了教皇方济各的葬礼。其中，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面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教皇葬礼正式开始之前，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进行一场长达15分钟的面对面会晤。结束后，乌美双方均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泽连斯基，他表示如果能达成共同成果，将成为历史性的会晤。这场葬礼会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究竟说了什么？为何有人说特朗普迷途知返？为何俄方会立即宣布接受无条件停火？本期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在此次葬礼上的美乌会晤，值得我们关注的有2点。第一点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梵蒂冈受到的待遇不同。在特朗普夫妇入场时，圣彼得广场上鸦雀无声。CBS 主持人感叹人们在安静等待仪式开始，缅怀已经去世的方济各教皇。但在泽连斯基入场时，现场却响起了热烈掌声，可能这就是真正英雄的待遇。之后在仪式的各个环节也均有体现。如出席这类仪式的各国元首，一般会按照国家法语名称字母顺序就座。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应该会被安排在第3排或者更靠后的座位上，但梵蒂冈教廷本次却打破常规，将泽连斯基安排在了第1排，距离特朗普仅11个座位，说一句 C 位也不为过。又或是在仪式期间，泽连斯基与马克龙、斯塔默、冯德莱恩、杜达等领导人举行了私密会谈。其商谈的内容很可能是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情况，以及应对特朗普的下一步策略。以上这些充分显示了梵蒂冈对泽连斯基，或者准确说对乌克兰的认可，也反映了欧洲各国对乌克兰支持的坚定立场。泽连斯基在欧洲依然拥有崇高的威望，这项优势将成为乌军坚决抗战的底气。第二个关注点是，根据最初约定，在葬礼结束后，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会再次会晤。但葬礼结束后，特朗普车队直接开走了，随后又很快乘飞机离开了罗马。双方的第2次会谈直接没有进行。有媒体戏称，两人没有进行第2次会谈的原因，是因为特朗普没有穿黑色的西装，受到指责跑了。在此次葬礼会谈后，特朗普发长帖猛批《纽约时报》，称其引用乌克兰立场应该收复领土的说法是荒谬的要求，然后又将奥巴马和拜登指责一通。但长帖中的亮点是，特朗普公开称，普京最近几天仍然向乌克兰地区发射导弹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这让我怀疑，或许他根本不想结束这场战争，也许他只是在利用我，因此必须用别的方法来应对，比如通过银行系统或刺激制裁。这是特朗普首次公开且明确地对俄罗斯进行威胁警告，这让一些朋友感到兴奋，认为特朗普终于迷途知返了。但就火力军而言，我们应该用更谨慎的态度去看待这次葬礼会谈，不要看特朗普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可能是时间短，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施压，火力军没看到，现在都是特朗普口头上的行动。其是上述特朗普可能对俄罗斯发出的制裁威胁，其2是特朗普在发出对俄制裁威胁后，紧接着宣布的俄乌即将达成停火协议。他敦促俄乌高层尽快会谈完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于4月27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再次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强调特朗普将在下周决定是否继续充当和平协议的斡旋者。显然，美国或者说特朗普不会轻易退出谈判，但从已有的信息看，乌克兰不会同意美俄的和平谈判，也不会承认乌东4州和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其3可能是为了拉拢欧洲。每日电讯报披露称，美国私下已提出将为英国首相斯塔默主导的志愿者联盟提供安全保障，但主要是情报和后勤方面的支援。这段时间以来，斯塔默一直在呼吁欧洲以志愿者联盟的形式向乌克兰派兵，以便在停火协议达成后提供保护。现在美国方面放出风声，同意英国的提议，并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该消息被很多人视为斯塔默在俄乌问题上几个月施压特朗普的一大突破。但火力军还是那句话，不要看特朗普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仅火力军个人对美国提供支持一事还是持怀疑态度的。首先，特朗普反复无常的立场实在很难预料他是否会突然改口，
违反自己的承诺。其53次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就是很鲜明的例子。其次，美国提供的保护相当疲软，仅仅只有后勤和情报支持而已。最后，美国并没有提到一旦欧洲联军遭遇袭击，美军将如何应对，是否会干预等问题。毕竟，在俄罗斯的和平协议中是不允许欧洲对乌克兰进行派兵的。那在藏地会谈后，俄罗斯为什么会同意乌克兰的无条件停火呢？综合塔斯社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的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经向美国表示他愿意与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很显然，从有条件谈判到无条件谈判是质的不同，是俄罗斯在让步。但结合现实情况，火力军认为俄方更多的意思是想边打边谈，以退为进地逼迫乌克兰和欧洲签署霸王协议。首先，俄军继续保持和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如据战争研究所报道称，27日夜间，俄军再度发射149架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了空袭。其次，俄罗斯还在对欧洲施压。如不久前，一架俄军机就无端入侵波兰领空，并在波兰领空盘旋了相当一段时间。目前，波兰防空部队已进入全面的战斗戒备状态。又或是据路透社报道，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做汇报时，首次正式承认朝鲜军队在战场行动，并公开对朝鲜士兵进行了赞扬。他强调朝鲜军人展现了勇气与英雄主义，称其正在库尔斯克地区和俄军并肩作战。南非总统马夫萨也在与泽连斯基会晤中表示，不应该为和平设置先决条件，而应该把所有的条件都放在谈判桌上。可见，俄罗斯已经与其他盟友国家达成了共识，要在行动和舆论上获得主动，逼迫乌克兰和欧洲就范。俄罗斯在历来谈判中所采取的策略基本都是狮子大开口，拖延、讨价还价，和在没有明确说不的情况下说不。而我们的特朗普团队显然对此一无所知，这也是为什么火力军总要看特朗普的行动而非口头承诺的原因之一。欧洲方面也认为，俄军同意无条件停火、同意谈判是配合俄军行动的幌子，这一点火力军稍后会在战报中提及。先来看看欧洲对特朗普发出的最强硬声明。纽约时报4月26日报告说，美国拒绝了俄罗斯要求乌军从乌东四州未被占领土上撤军的要求，强调必须按照当下的实际结束线停火。但话音未落，英国、法国、捷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乌克兰就联合向特朗普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声明。在声明中，欧洲7国敦促特朗普展现真正的领导力，不要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做出妥协，并呼吁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加快融入欧盟的进程。显而易见，对于特朗普让乌克兰放弃土地一事，欧洲已经亮明了态度。经济学人更是公开表示，除莫斯科外，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方认可特朗普的主张。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既然特朗普的和平协议注定无法被接受，那俄乌的和平进程该如何进行呢？火力军的意见是直接按乌克兰和欧洲公布的和平提案进行。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及欧洲官员在伦敦会谈期间向美方提交了关于停止俄乌战争的和平提案。报道称，乌克兰和欧洲方面的提案在结构上与美方文件类似，但在停火及监督执行机制方面提出了更为详细的条件，并明确要求美国参与监督，并且与美方提案不同的是，乌克兰和欧洲文件中并未提及任何形式下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备战领土事实或法律主权承认。乌克兰及欧洲和平提案的主要内容如下：在停火方面，其一，俄乌双方承诺在空中、陆地和海上实现全面无条件停火；其二，双方立即启动技术层面执行谈判，期间需要美国及欧洲国家参与，同时筹备正式和平协议的议程和安排；其三，停火机构由美国主导，其他第三方国家从旁协助；其四，俄罗斯需无条件释放和归还所有被强行转移的乌克兰公民，并完成全部的战俘交换。在安全保障方面，其一，即便尚未正式加入北约，乌克兰也要获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可靠安全保障，类似北约的第5条约；其二，不对乌克兰武装力量进行限制；其三，保障国包括一批欧洲国家及自愿参与的非欧洲国家，这些友军在乌克兰境内的驻扎、装备和行动不能受到限制；其四，允许乌克兰继续寻求加入欧盟。在领土问题上，其一，俄乌双方将在实现全面无条件停火后进行谈判，并以现有的控制线为基础启动；
其二，乌克兰将在美国协助下恢复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卡霍夫卡水坝的控制。其三，乌克兰将获得第聂伯河通航权，并控制金伯恩沙嘴地区。最后，在经济合作上，其一，美国与乌克兰签订经济合作与矿产资源开发协议；其二，乌克兰将全面重建并获得经济赔偿，赔偿资金包括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这些资产将继续冻结至俄罗斯赔偿完所有战争损失。其三，自2014年起对俄实施的美国制裁，可在达成可持续和平后逐步解除，如违反和平协议，制裁将重新启动。这项和平提案涉及方方面面，也是目前最全、对乌克兰最友好的停火协议。现在只差俄罗斯点头，只是会比较困难。插播两条突发消息：一是莫斯科方面声称抓到了袭击莫斯科卡里克中将的乌克兰特工。俄罗斯安全局发布公告表示，他们在土耳其拘捕了现年41岁的乌克兰特工伊格纳特·库金，声称他就是制造莫斯科爆炸事件的凶手。由于乌方尚未做出回应，目前尚不清楚库金是否是替罪羊。二是 Next 的 A 新闻报道，德国情报部门逮捕了2名俄方的特工。德国方面指控这2人正在侦查潜在的袭击目标，其中就包括美国在德国的军事设施，但没有确定好坐标就被抓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名特工的手机中，德方还发现了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私人电话号码。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俄双方的回应，但这无疑让本已备受争议的赫格塞斯再度深陷舆论的漩涡。这段时间以来，赫格塞斯就因群聊泄密事件而招致广泛质疑，甚至已经有不少人要求他辞职，就连特朗普也罕见地批评了他。如果现在再确定赫格塞斯同这2名俄特工有联系，那他铁定会被抬走。在战场前线，俄军以同意无条件停火、同意谈判为幌子，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在库尔斯克前线，战争研究所援引俄陆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话称，在俄军第22摩托化步枪团、第810、40海军步兵旅、第177海军步兵团以及第1427摩托化步枪团共同努力下，成功夺取了戈尔纳尔村，已将全部乌军赶出了库尔斯克。这也是格拉西莫夫感谢朝鲜军队的原因之一。不过，该说法随即遭到了乌克兰官方的辟谣。RBC 新闻援引乌总参谋部的报告称，乌军仍在库尔斯克部分地区防御，并在俄军宣布的当天击退了俄军5次攻势。乌军第47旅和海马斯部队甚至还进行了配合打击，使用海马斯火箭弹一举打掉了俄军数个关键据点和数门第30榴弹炮，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双方谁在说谎一目了然。此外，报道还进一步披露，自2024年8月6日乌军攻入库尔斯克以来，乌军共给俄军造成了62400人的伤亡，且俘虏了983人。对此，俄方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此前他们曾表示，俄军在库尔斯克的损失不大，并给乌军造成了重创，但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与此同时，据 RBC 新闻报道，俄罗斯3大反对军之一的志愿兵团与乌克兰部队联合作战，在俄本土比尔格罗德州边境再度对戈尔可夫斯基村发起了攻势。在持续交火3小时后，乌军在该村升起了乌克兰国旗。但随着 ISW 战争研究所动态地图的更新，戈尔可夫斯基村再度沦为交战区，目前战斗仍在继续，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卢甘斯克战场，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第3突击旅机械装甲部队于早上7点左右再度向纳吉亚一带发起了机械化攻势。等到12点快11点时，战斗结束，乌军再度控制了纳吉亚实地。这块区域反复易手，可见该地的重要性。不过接下来俄军还会发动反扑，乌军需要在卢甘斯克建立更多的立足点，压力依然存在。顿涅茨克方向，诺尔报告报道，乌军联合突击旅乌军大规模炮击了巴赫穆特俄军驻地。报道称，俄军向该地聚集了新的兵力，试图站稳脚跟，但不料被乌军提前发现，随即遭到了乌军的猛烈打击。在托列茨克，俄军第8集团军试图击穿乌军托列斯克南部防线后，向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推进。但随着乌军国民警卫队第1军5个精锐旅投入战场，俄军在该方向的兵力和军事资源已经跟不上消耗，俄军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从最近几天行动看，火力军推测俄军正试图对托列茨克重新发起进攻，企图从西北两侧展开偷袭，但由于乌军空中和地面的联合打击而收效甚微。话音未落，俄军又在乌赫莱达尔前线发动了一场由20辆摩托车外加15辆改装民用车组成的机械化攻势，乌军则使用无人机和海马斯火箭炮阻击对手。
在击毁了15辆摩托车和9辆民用车后，将俄军击退。总而言之，俄军就是打着停火的幌子，加大了对乌克兰城区的空袭和前线的攻势，从而在和谈中争取更大筹码。据军事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2年退役部分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由于遭国会否决，转为阶段性延寿升级，目标是在2026财年前完成其11艘同级舰的现代化改装。但该计划又因升级进度延宕、部分舰提前退役等因素，最后仅剩3艘接受升级。而该计划的最后一艘圣乔治角号已于22日驶入圣地亚哥海军基地，进行分阶段的现代化升级改造。报道称，圣乔治角号预计将于今年完成现代化改装，其改装范围包括神盾作战系统的更新、SPQ-9B 雷达的整合、加装 SM-6 防空导弹，以及海军综合火力控制功能的融入，以确保该舰能够参与高度协调的多领域战争环境。同时，舰船的 SQQ-89AV 15声纳套件和 MK41 垂射系统也将进行改装，以增加多功能拖曳阵列和容纳更多元的弹药。此外，现代化改造还涉及船体、机械和电气系统的全面检修，包括推进系统、电力分配和结构加固，以确保巡洋舰在未来10年内保持可靠性和执行任务的能力。近期，韩国在2025哥伦比亚海事展上宣布，秘鲁国拥有造船厂、海军工业服务和韩国的 HD 现代重工业签署一份备忘录，以韩国的 HDS-1500 潜舰为基础开发新潜舰。据悉，该协议以202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基础，从初步构想过渡到可实性实施。此次合作的目的在设计一艘基于 HDS-1500 型的新潜艇。报道指出，设计开发阶段预计将跨越2到3年，建造阶段将需要至少4年。第一批潜艇可在2030年代初交付。新型 HDS-1500 潜艇旨在逐步取代老化的德国209型潜舰。目前，秘鲁海军的潜艇舰队由6艘德国209型潜艇组成，包含2艘209 1100型和4艘209 1200型。这些柴电潜舰于1974年至1983年间服役。而此次亮相的 HDS-1500 型潜舰模型，其定位是为有限的国防预算和人力的国家提供有吸引力的经济方案。其长度为65米，宽度为6.5米，排水量1500吨。技术方面 ，HDS-1500 被认为是入门级潜舰。HDS-1500 不具攫气推进系统，取而代之的是 HDS-1500 使用的先进锂电池技术。另一个特点是减少人员需求 ，HDS-1500 只需25名人员就能运作。此外，任务系统为开放式架构，用户可根据特定的需求自由安装武器、战斗系统和声纳套件。据中东媒体披露，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突发大火，具体地点则是所属的拉贾伊港口。有消息称，这是以色列摩萨德发动的袭击，目标则是伊朗圣城军运送给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批弹药。该消息称，当时这批弹药正在拉贾伊港口等待装船，旋即就被以色列的特工点燃，引发了大规模的爆炸。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看，甚至数公里外的楼房玻璃都被震碎，可见爆炸的强烈程度。伊朗方面则声称，爆炸源头来自于一处危险品和化学品的仓库，但没有承认是弹药库遇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做出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证实。但在两国关系紧张之际，伊朗港口的爆炸无疑牵动了整个中东的局势。已有的信息显示，拉贾伊港是伊朗最大型的航运基地之一，占了该国非石油货物进出口总量的55%以上。此外，该港口还承担着伊朗85%以上的集装箱装卸任务。这些数据都清晰表明了这块区域的重要性。截至28号，爆炸已造成561人受伤，但还没有人员死亡。港口一带的大火仍未被熄灭。不可否认，在伊朗港口爆炸后，真主党和哈马斯等武装或将对以色列发起新一轮扰袭，而以军也将趁势发动更大的打击。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正考虑将日英意大利合作进行的 GCAP 6代机命名为烈风，理由是烈风为二战期间日军拟接替零式战斗机的机种名称。不过该行为遭到了一些人质疑，称此举是在无视现行的法律。据悉，在二战期间，日军零式战斗机渐渐不敌美军新型战斗机，随即准备研发烈风战机作为零战后继机，但因为选用的发动机有争议，阻碍研制和生产时间，直至1944年5月才进行首飞。
还未进行量产，战争就结束了。仅生产了8到10架原型机，由于从未上战场，在日本被称为幻制战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特朗普会迷途知返，对俄罗斯下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